假如全球丧尸爆发，而我是唯一一个不会被丧尸攻击的人。丧尸爆发的第3天，我和同学饥肠辘辘地躲在教室，门窗被桌椅堵得严严实实，因为怕被丧尸发现。我们已经饿了2天半了，可根本没有人敢去找食物，甚至连拉开窗帘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我缩在脚里，头痛欲裂，全身都在冒冷汗。是的，我发烧了。从小我的体质就不好，这次遭遇丧尸吓出了病，再加上这几天没有吃任何东西，体能已经到了极限。但这时却没有人理我，因为班里的同学一直骂我是要惯的，平常都不跟我接触。我这里还有一口水，谁实在坚持不住就先喝吧。这个举起水瓶的女生叫小美，是个很娇弱的女孩，是我同村的发小，对每个人都很好，也包括我。给我！我必须保持精力，别忘了是我叫大家布置教室躲起来的，不然我们早就完了。一个高挑的男生站了过来，他就是班长小帅。很多人都想喝水，但看见小帅要喝只能放弃。我虚弱的开口说道：小美，给我可以吗？我发烧了，头好痛。要放在平时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会出声，但现在我太需要喝水。全部人都看了过来，露出了晦气的表情。小帅不等小美考虑，一把抓过水壶直接喝掉，然后指着我骂：史瑞克，你要跟我抢水，你喝了有什么用？看你那病怏怏的样子，给你就是浪费。帅哥算了，安静点，免得引来丧尸。一旁的一个女生开口，她留着刘海，长相可爱，曾是我高2的同桌，但后来我被班长小帅霸凌，小帅就成了她男朋友。你看我女朋友干嘛？以为她帮你说2句话就是喜欢你吗？她只是怕引来丧尸。小帅在全班人的注目下抓住了我的衣领，我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体质又弱，根本不是小帅的对手，我只能嘶哑的求饶：对不起，我心脏病要犯了，求求你。他丢下我看了看班上的同学，接着提议把我派出去求救，就算找不到救援，也可以去附近超市找些食物回来。小帅的提议立刻引燃了大家的希望。对，我们必须派人出去看看。今天的惨叫声已经弱了不少，可能没多少丧尸在附近了。这里去学校超市只需要2分钟，去找点吃的回来很简单。大家都看着我，我都被吓得高烧了，哪里还敢出去？我连忙摇头，不行，我跑不动的。史瑞克，你必须去，你哥要惯的，从来没有对我们班集体做过什么贡献。现在你去找些水和食物回来，就当你做贡献了。我用力甩开他，没想到小帅喊了一声，2个男生走了过来，他们平时没少欺负，现在更不留情，直接将窗户打开，将我丢了出去。史瑞克，只要你找到食物回来，我们会让你进来的，但你也别想吃独食，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。我哭着求同学们让我进去，但同学们都移开了目光，或者低着头保持沉默。小美颤巍巍地帮我求情：班长，史瑞克发高烧了，很难行动的。他能动，就是想躲着，看着都烦。再警告你一次，找到食物赶紧回来，不然我还会派人出去找。下一个就是小美。下一秒，小美的脸色苍白，吓得当场哭了起来，接着立刻关闭了窗户。极度的恐惧让我浑身无力，我只能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这时，走廊的尽头传来了丧尸的叫声，求生的本能促使我往一边走去。我根本不知道去哪，只知道要离开这里。然而刚到楼梯口，就跟好几只丧尸碰面了。如果全球爆发丧尸病毒，只有我不会被咬，会发生什么？上集说到我被班长小帅逼着出来寻找食物，刚走没2步就和2只丧尸迎面碰，我愣在原地反应过来，随后在丧尸的吼声中转身就跑，大喊着开门，快开门！我跑回教室用力拍打门，身后是越来越近的丧尸，更恐怖的是，走廊的另一边也出现了几只丧尸。我声嘶力竭去拍打窗帘终于被拉开，同学们惊恐地看了过来。小帅指着我大骂：让你去找食物，你居然把丧尸引来，你疯了！救我！开窗啊！我吓疯了的拼命拍窗。小帅见状下命令让男生找东西挡住窗户，并让我快点滚开。下一刻，一头丧尸将我扑倒在地，求生的本能让我奋力往前爬。快拉回窗帘，全部闭嘴！我听见了小帅的声音，同时小琪也在急促道：不要管史瑞克了，大家快退后躲起来！我的世界彻底灰暗，被丧尸咬原来是难以形容的痛，心跳飙升，全身血液都在沸腾。可等我睁开眼睛，竟发现自己趴在楼梯口，原来我从门那里一直爬了过来，直到被丧尸抓住昏死了过去。只是为什么我还活着？我感觉身体里有奇怪的东西在冲撞，思维也渐渐恢复。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精力十足，连头痛发烧都没有了。身上有很多伤口都是被丧尸咬出来的，但这些伤口都很浅，只是牙印。也就是说，丧尸们咬了我一口就放弃了。难道是我不好吃吗？正当我好奇着，嘶吼声再次传来，几只丧尸从我这边走来，一直乱嗅。他们可能是闻到了教室里的人味。我转身想离开，结果又迎面撞上2只丧尸，我又被堵住了。我只能紧绷着腿站着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看了看我，居然一脸嫌弃的就这么走了。我全身一松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我被咬了，不但没有变异，
身体也有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畅感，好像就连心脏病都好了。高兴过后，我立马赶回教室，但突然我又停下了脚步，心中怒火中烧。我还回去干什么？难道去拯救小帅、小齐，还有那帮冷漠的同学吗？里面除了小美，没有一个值得救我。我思考了一下，便快步往楼下跑去。我要再试验一下会不会被丧尸咬。试验了3次后，我确定丧尸不会再咬我。我看着那些到处游荡的丧尸，再看看教学楼一些门窗紧闭的教室，我竟然有一丝快意。我被欺负太久了，无论是蔡坤还是其他同学都欺负过我，甚至连班主任也打过我，并且间接害死了我爷爷。我对他们存在太深的恨意，但现在我得去找些食物。很快我就来到了超市，超市大门开着，到处都是尸体，几只丧尸正在超市里游荡。听见我的脚步，纷纷看了过来，还吼了一声。我怀疑他们是在跟同类打招呼，我试探性的也对着他们叫了一声我操，结果他们全都乱叫了起来，我不知道在叫什么。我没再理会他们，而是坐在超市大吃特吃，还装了不少矿泉水、面包、鸡腿在包里。吃饱喝足后，我想到了小美，她会被蔡坤逼着出来找食物，如果我不回去，她必死无疑。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除了小美，其余人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如果全球爆发丧尸病毒，只有我不会被咬，会发生什么？上集说到，我被冷漠的同学赶出来寻找食物，却意外发现自己不会被丧尸攻击。我拿了一把水果刀放在包里，朝着教室走去。可走到半路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：“史瑞克，你过来！”不远处的1楼门口，几个人正惊讶又激动地看着我。为首的是一个卷发的妇女，我眼神立马冷漠了起来。那是我的班主任李丽。我被霸凌的时候，无数次向她求助，她都说我没有证据，不耐烦了还骂我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小帅家给她送过来，价值好几个 W。不过这不是最可恨的。可恨的是他害死了我爷爷。那年教师节，我爷爷亲手炖了一锅鸡汤，让我送给班主任表达一下心意。结果我送了后，班主任当众数落我，说都2022年了，不会还有人不知道鸡汤应该配篮球吧？我哭着跟爷爷说，爷爷知道后连夜去买篮球，却被失控的汽车撞倒，再也没有起来。我爷爷没有文化，一辈子对人卑躬屈膝，就是怕我在学校受欺负。结果因为给眼前这个女人重新买礼物，把命都丢了。史瑞克，你是聋了吗？我叫你过来呀！李丽加大了声音，我压制住心中的怒火走了过去。一群人兴奋地看着我手中的书包，等我走近了，李丽伸手就要来抢。是吃的吗？快给我！我灵活地躲过了。李丽一愣，生气地大骂道：“你干什么？我是你班主任，你要饿死我吗？”我冷漠地点了点头。班主任更加愤怒了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你有毛病是不是？眼见他又来抢食物，我猛地一脚踹了过去，给我滚开！直接把他踹飞了好几米远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居然有这么大力气。那几个学生也吓坏了，看着我手里的背包不敢出声。李丽爬起来擦了擦嘴边的熊猫血，大骂道：“史瑞克，你居然敢打我！给我抓住他，他手里有食物，快去抢过来！”一个学生终于反应过来，试探性地逼近我。我直接掏出了7米长的水果刀对准他们，这是我跟朱山的私事，你们滚一边去！水果刀在手，他们也被我的气势吓得不敢妄动。史瑞克，你想干什么？眼里还有没有老师？我冷笑着说：“老师，你饿吗？”然后又看了看那几个同学，你们饿吗？他们疯狂点头，不断咽着口水。我把书包一倒，矿泉水、面包、鸡腿都落在了地上。我只有这么点，你们分了吧。对了，提醒你们一下，李丽饭量大，又仗着自己是班主任，我建议你们不要分给他，不然会饿死的。学生们纷纷看向李丽，李丽暴怒大骂，直接开始了电报。我没理他，又叮嘱了那几个学生，如果李丽分到了食物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我都不会再来这里了，记住了吗？学生们一听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知道我还会给他们送食物的。放心吧，我们绝对不会让李丽碰到一丁点食物。我没有多说，转身就走，身后立刻传来哄抢的声音。一个男生大骂道：“李丽，你别想，快滚开！就是你没资格吃，别让李丽碰到食物。”我大笑着走了，再回头看时，那边已经有好几只丧尸被声音吸引过来。学生们拿了食物，立马躲进了1楼，而李丽被他们抛弃在了外面，还不忘回头骂我几句，然后赶紧逃跑。身后跟了一大群丧尸，我悠哉地吹着口哨向着班里走去。接下来就该轮到小帅了。上集说到，只是轻轻一脚，就把抢食物的班主任踢飞出去2米远，并利用食物的诱惑让他们孤立冷漠的班主任。我吹着口哨回到教室，正好看见教室的窗户开着，小帅正恶毒地对小美说：“小美，该轮到你出去找食物了，不要再挣扎了。”小美嚎啕大哭：“不要，我一直都很听你的话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先出去探探路，如果安全的话，我们也会去的。你怕什么？”一些同学也开口，他们都是小帅的狗腿子。小美被推到了窗边，双手抓住窗户不肯放手。小帅不断用力捶打她的手：“快放开啊！你想大家都饿死是不是？”小美哭得梨花带雨，
这时我大步走了过去，我回来了，全部人都吓了一跳。史瑞克，你不是被丧尸咬了吗？同学们惊呆的瞪大了瞳孔。我不屑说道：“我逃走了呀！那几只丧尸腐烂的牙都掉了，根本咬不动我。”虽然这样的理由很扯，但他们不信也得信。小帅回过神后，立马盯上了我背着的书包。太好了，你拿了食物回来是吧？快给我！接着俯身出窗，想要来抢我的食物。我往后一退，笑着说：“不着急，你们人太多了，我只找到这么点食物，你们要排队。”排什么队？你赶紧给我，我快饿死了！没了我，谁带领你们逃出这里？对啊，史瑞克，你先把食物丢进来，我们就会让你进来的，不然你就在外面等死吧。我呵呵一笑，还敢威胁我？我直接走到阳台，把食物丢了下去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小帅嘴唇发抖，破口大骂：“史瑞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叫吧，再叫大声点，把更多丧尸吸引过来吧，我反正无所谓。”小帅要气晕了，扶着额头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史瑞克，你不要怄气了，快去捡回来吧！全部人都太饿了，就盼着那一口吃的了。我点点头，可以。不过小帅要跪下求我，一边求一边抽自己耳光，直到我满意。小帅听后指着我暴怒大骂，我没有理他，转身就走。他们都急了，纷纷挽留我。我停了下来，看向班里同学。小美出来跟我去捡食物，她得帮我吸引丧尸的注意力，这是我的计划。我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救走小美。丢掉食物只是方便找个借口让小美出来。所有人像是看见了希望，纷纷催促小美出去。小美竟被吓了一跳，她根本不敢面对丧尸，但由于是我叫她，她还是鼓起勇气走向窗边。这时小帅突然反应过来，不行，你要是带着小美跑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快拦住她！一个人立马上前拉住了小美。你想带走小美？以为我们是傻子吗？没了小美，你压根不会回来了。我无所谓的表示，那你们派其他人帮我吸引丧尸的注意力吧。我指着小帅，就你吧，你跟我下楼去捡。小帅吓得脸色苍白，往后退了好几步。我又指了指别的同学，他们全都摇头摆手，哪里敢出来。还是我去吧，史瑞克不会害我的，我也一定会把食物带回来的。所有人此时都只能选择相信小美。小美出来后腿都是软的。小美，你要是赶不回来，我饶不了你。我二话不说，拉着小美就走。一路上我都很小心，因为怕丧尸咬小美，所以看见丧尸我就会打一声招呼。丧尸也很给我面子，压根不会靠近我。奇怪，为什么丧尸不来咬我们？我没有过多的解释，一会我再告诉你。我先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。如果全球爆发丧尸病毒，只有我不会被咬，会发生什么？我故意将装满食物的书包丢到1楼，利用同学胆怯的心理，成功将小美救了出来，并带着她来到装满食物的书包面前。小美高兴地说道：“太好了，我们快拿食物回教室吧。”我看着眼前这个单纯的女生有点无语，毕竟她刚刚被同学逼着出来找食物，还是我救了出来。我捡起地上的背包，直接往楼上一扔，食物刚好砸在窗户上。班里同学看见后，跟疯狗一样抢了起来。小美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：“这可是3楼，史瑞克，你的力气好大。”我看着自己的手说道：“我可能是进化了。”随后拉着小美往宿舍走去。丧尸们被小美的气味吸引，后面已经跟了好几头丧尸。我们找了一间空着的房间住下，检查一番后，我发现这间教师宿舍很不错，防盗门完好，又在4楼，安全性足够了。这时小美忽然泪流满面，说着对不起，之前我被霸凌的时候，她给校长写过匿名举报信，但是一直没有回应，她也没有勇气站出来帮我，而我却还冒着生命危险跑回去救她。我抱着她奸笑说道：“感谢的话不用多说，你以身相许就够了。”安置好了小美，我准备前往超市再囤点食物，却发现楼下丧尸数量竟然越来越多，他们不断发出指示，似乎在传递信息，相互告知这里有活人。为了验证我的猜想，我走到了一旁，对着丧尸叫了一声，他们果然也跟着叫了起来，并且全都往我这边过来了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我的叫声好像可以召唤他们。最后我决定把丧尸带走，这样小美就绝对安全。随后回到超市，用纸箱子装了满满一箱食物往宿舍赶去，想着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突然一个红外线打在我脸上，我仔细一看，竟是从前方行政楼上射出来的。在某扇窗户后面，有人用激光笔射正着我，我以为是行政楼的哪位领导在跟我求助，所以并没有理会，而是继续赶路。可接着我突然就听到了熟悉的叫骂声，原来是李丽在指着我骂，她竟然还活着。史瑞克，你竟然想害死我！可惜我比你爷爷命大。办公室这里全是食物，等丧尸病毒被控制了，我要起诉你，让你一辈子在监狱度过。我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，眼睛开始变得通红，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李丽必须死！一旦丧尸病毒被控制住，李丽、小帅和那帮同学都会报复我的。
必须斩草除根。我先把食物带回了宿舍，和小美两人大吃了一顿。等晚上小美睡着后，我偷偷的来到了行政楼，这里有许多老师和领导变异成了丧尸。我跟丧尸打了声招呼，领着他们来到了校长办公室。办公室门窗关着，但我依旧能听到里面的声音。校长，那个史瑞克真该死，以前就是个垃圾倒车尾的学生，现在竟然还敢害我。我看楼上的丧尸都不攻击他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我们目前还是向他求助才行。对，李丽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下次你不要露脸了，让我们来跟他打招呼，等把史瑞克骗过来再说。好，把他抓起来，不说办法就打。听到他们这么说，显然办公室里全是食物，都是李丽吹的。甚至我还听到他们商量着，等我说出办法后就将我丢下楼，怕我活着会告发他们。听后我的心里再也没有一丝顾虑了。在末日里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我问心无愧。接着我敲响了办公室的门，我带着几只丧尸来到校长办公室，却意外偷听到李丽和2个男人在讲话。他们想把我骗过来，逼我说出不被丧尸咬的办法，不说就直接把我扔下楼。气得我当场就想带着丧尸破门而入，但我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命令丧尸躲了起来。接着我敲响办公室的门，他们在屋内被吓了一跳，小心翼翼地走到窗边查看。我说：“你们没事吧？”听见是我的声音，李丽猛地开门，直接将我拽了进去，掐着我的脖子骂：“你居然还敢自己送上门来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”但他不知道，其实按我现在的力量，一脚就可以把他踢开2米。但我并没有反抗。这时，一个男人走过来搜了我的身，却发现我身上没有一点食物，指着我骂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，竟然没带回食物！”我哀求着说道：“你们放我走，我现在就去找食物回来。”一旁的领导却说：“不用了，你告诉我们你是怎么避开丧尸的。”其他人也盯着我，都盼着我说出办法。我说我也想告诉你们办法，可刚才听见你们要把我扔下楼，我说了办法，你是不是就会弄死我？全部人都吃了一惊，不知道该怎么举念。李丽抓着我的头往墙上撞。是又怎样？你说不说？我反手抓住他的手，一用力，只听见骨头断成了2块半。李丽的惨叫声让其他2人反应过来，拿起凳子冲向了我。我大叫一声，门外躲藏的丧尸直接冲过来。李丽看着丧尸离我越来越近，笑着说道：“看来你要比我先死了。”然而丧尸只是嗅了嗅我，就径直朝着李丽去。李丽被扑倒在地上，嘴里还在喊着：“这不可能！”办公室里惨叫连天，我面无表情地拿出手机，有了证据，就算被人看到了，我也属于正当防卫了。等我走到走廊的时候，办公室的惨叫声已经越来越小。这时一扇门后，有个老师在向我招手：“快过来，广播站这里能躲丧尸。”我看向他们摇了摇头，随后回到了宿舍，但小美居然不见了，而且食物也少了一半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当我来到教学楼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有不少丧尸被吸引过来了。教室里全是吃东西的声音，小美将食物分给了他们。你们慢吃，我回来拿我去世父母的照片。我走了，你们好好保重。等一下，你不能走，你是回来拿东西的吗？不是真心给我们送吃的，你以后不会再来了，对吧？小帅的话让前一秒还在感动痛哭流涕的同学瞬间变脸。我们把小美绑起来，威胁史瑞克送食物，这样才保险。小帅把照片一把抢过来，小美想夺回来，却被他一脚踹翻在地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一脚将大门踹开，上前掐住小帅的脖子。我的女人你也敢动？同学们都吓呆了，我居然能把堵上的门给踹开。小美趁机拿回照片，跑到了我身后，哭着道歉，说她不该回来。我让小美往后站，然后对着全部人说道：“跟啲咁嘅大佬，吔屎啊你！”小美出于好心将食物带回教室，可同学们却不领情，要拿小美对我威逼利诱。小帅甚至还将她一脚踹翻在地上，气得我一脚将大门踹开，上前一手掐住小帅的脖子。同学们都惊讶的不敢说话。史瑞克把门给破坏了，丧尸进来我们都完了。众人听后全都慢慢向我靠近，我朝他们一字一句问道：“我被小帅霸凌那么久，你们当真不知道吗？”全部人脸上依旧很愤怒，根本就把在乎我有没有被霸凌。正当我准备要召唤丧尸时，小琪连忙将他们拦住。如果不是史瑞克和小美，我们估计早就饿死了。而小帅只会逼着我们出去找食物吃，迟早会轮到你们。收手吧，同学们，外面全是丧尸，我们赶紧想办法把门堵起来才是。大家听后低着头放下了手中的米。小七走到我面前问道：“史瑞克，你每次都能安全的来到教室，想必一定有躲避丧尸的办法吧？”我转过一边不想搭理他，可小美却扯了扯我的手。我知道小琪一直都有照顾小美，只是她也是被逼无奈。我长叹一口气说道：“除了小帅，我可以带领你们躲到安全的地方，但前提是你们必须100%听我的指挥，否则就留在这里陪小帅。”全部人都点头答应。太好了，等我知道躲避丧尸的方法后，看我怎么对付你。我让全部人跟在我身后，丧尸们闻到人的气味，
全都被吸引了过来。怎么办？丧尸朝我们这里来了。我说不用担心，然后走到丧尸身边让他帮个忙，到时给他介绍个美女丧尸。同学们看见我和丧尸勾肩搭背，全都瞪大了眼睛。接着丧尸从我们身边经过朝教室走去。很好，史瑞克果然有办法避开丧尸，我得想办法套出来。小帅，想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呵呵，既然你们都丢下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，就留下陪我吧。两人扭打在一团，接着就被一群丧尸扑倒在地。随后我带着同学来到超市，让每个人都装了大量食物。此时教学楼内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不断，是别的幸存者被丧尸发现了。我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还是张嘴发出誓言。教学楼内的丧尸听到我的吼声，全部都冲了出来。我再次来到那个广播站，将食物送给了之前那位善良的老师。丧尸都跑到校外了，你可以用广播通知大家一起搬东西去堵住校门口，这样子就很安全了。他听后有些迟疑，但听到丧尸跑到校外，还是立马按照我说的做。很快校门就被堵得严严实实。而这时我问起了小美，之前霸凌我的同学和班主任都死了，你觉得我做的对吗？小美连忙摆了摆手，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但如果世界恢复正常了，你的事被查出来了，到时候我就帮你承担吧。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世界不会正常了，新的世界即将开启，就让我们从学校开始吧。我站起身来感受丧尸们的吼声，知道再也回不去了，人类只能在夹缝中求生。如果7天后会爆发丧尸病毒，全世界只有你知道你会做什么。我并不是救世主，在丧尸爆发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，我并没有告诉别人这个噩耗，而是买下了下辈子都用不完的物资，和父母躲在加固的安全屋里互相鼓励。丧尸爆发的前7天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梦里血迹斑斑的丧尸向我扑来，不知道被咬到了哪里。我很快就没了意识，因为画面实在不太清晰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梦。我重生了，如果是重生的话，今天将会爆出篮球运动界的丑闻。到了晚上10点，果然一条热搜刷爆，假球费钱。我确定我的确重生了。7天后将会爆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丧尸病毒，仅仅3天，丧尸病毒便已控制不住。一开始还有官方播报，说着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几天后也会销声匿迹。上辈子我凭着囤积的食物平安活过了1个月，随着食物的耗空，不得不出门寻找物资，还没走出小区，便被丧尸扑倒在地上。上辈子因为信号断得太快，最让我放不下的就是父母，到死也不知道父母安不安全。想到这，我立马给爸妈打了电话，以给自己过生日为由，把他们全都叫了过来，顺便让他们多带点腊肉、腊肠这种比较耐放的食物，就算没有冷藏也不会坏。丧尸全面爆发后的第3天，整座城市都会停电。我又拿出笔记记下了发电的问题，纸上密密麻麻的已经写满了好几页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加固门窗，我让安装师傅把家里全部玻璃都换成了最好的防弹玻璃。师傅说这得3天后才能完工，我立马多甩了1万给他，他笑得合不拢嘴。当天晚上就装好了。为了防止丧尸爬楼上来，大门也直接拆掉，换成1米厚钛合金胶组。不仅能防丧尸，就连子弹都打不穿。门窗加固后就是采购物资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做了1名阿婆主，平日里也赚了一点钱，零零总总加起来还有70多万，再加上父母的，估计有个150万左右。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，我不敢选送货上门。末世之下最恐怖的就是人心。好在附近就有一个大型仓储型，我直奔速食食品区，直接将货架上的速食食品扫荡一空。大概100盒子热火锅，100盒热饭，50多份桶装的螺蛳粉和鸭血粉丝汤。所幸处行超市的购物车都非常大，直接推了2个。排队付款的时候，正好接到了老爸的电话。如果7天后会爆发丧尸病毒，全世界只有你知道你会做什么。我并不是救世主，在丧尸爆发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，我并没有告诉别人这个噩耗，而是买下了下辈子都用不完的物资，和父母躲在加固的安全屋里互相鼓励。丧尸爆发的前7天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梦里血迹斑斑的丧尸向我扑来，不知道被咬到了哪里。我很快就没了意识，因为画面实在不太清晰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梦。我重生了，如果是重生的话，今天将会爆出篮球运动界的丑闻。到了晚上10点，果然一条热搜刷爆，假球费钱。我确定我的确重生了。7天后将会爆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丧尸病毒，仅仅3天，丧尸病毒便已控制不住。一开始还有官方播报，说着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几天后也会销声匿迹。上辈子我凭着囤积的食物平安活过了1个月，随着食物的耗空，不得不出门寻找物资，还没走出小区，便被丧尸扑倒在地上。上辈子因为信号断得太快，最让我放不下的就是父母，到死也不知道父母安不安全。想到这，我立马给爸妈打了电话，以给自己过生日为由，把他们全都叫了过来，顺便让他们多带点腊肉、腊肠这种比较耐放的食物，就算没有冷藏也不会坏。
丧尸全面爆发后的第3天，整座城市都会停电。我又拿出笔记记下了发电的问题，纸上密密麻麻的已经写满了好几页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加固门窗，我让安装师傅把家里全部玻璃都换成了最好的防弹玻璃。师傅说这得3天后才能完工，我立马多甩了1万给他，他笑得合不拢嘴。当天晚上就装好了。为了防止丧尸爬楼上来，大门也直接拆掉，换成1米厚钛合金胶堵。不仅能防丧尸，就连子弹都打不穿。门窗加固后就是采购物资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做了一名阿婆主，平日里也赚了一点钱，零零总总加起来还有70多万，再加上父母的，估计有个150万左右。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，我不敢选送货上门。末世之下最恐怖的就是人心，好在附近就有一个大型仓储型，我直奔速食食品区，直接将货架上的速食食品扫荡一空。大概100盒子热火锅，100盒热饭，50多份桶装的螺蛳粉和鸭血粉丝汤。所幸处行超市的购物车都非常大，直接推了2个。排队付款的时候，正好接到了老爸的电话，我让他先不要问为什么，找3辆货车过来。老爸虽然有疑问，但也并没有多问。接完电话，我推着购物车开始了新一轮采购。酸奶10箱1箱12瓶，气泡水15箱1箱12瓶，泡面20箱，10万伏充电宝50个，矿泉水50箱1箱12瓶，螺蛳粉15箱1箱12袋，面粉大米各买10包，1包50斤，薯片100盒，寿司面包20箱，豆奶粉50包，黑芝麻糊50包。这些东西就花掉了我1万块，但是还远远不够。我又买了50斤猪肉，50斤牛肉，50斤羊肉。虽然这是仓储型超市，但也不能买太多东西，不然容易引人怀疑。刚付完钱，老爸就带着货车过来了。看见超市工作人员一趟一趟往车上搬东西，老爸着急地问我到底怎么了。家里大门也换了，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还火急火燎地把我和你妈叫过来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昨晚想过了编理由，可我转头一想，反正他们早晚都要知道的，索性将真相告诉了老爸。老爸在知道我上辈子死在小区后，眼眶瞬间红了，他立马打电话跟老妈说明了情况，接着又说光加固门窗没用，还得把静音做好，万一动静被人听到了，上来想怎么办？不愧是活了半辈子的人，这连我都没有想到。安装静音的事交给老妈去办，货车空间还剩下1/3，我跟老爸直奔菜市场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往货车上挂了援助物资的横幅，大家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像土豆白菜各买了10袋，一袋150千克，各种水果也来10袋。可这些食物总有吃完的一天，我提议买些机器回家鸡生蛋，蛋生的鸡没事还可以和它打篮球，老爸却立马拒绝了。他说鸡会发出声音，容易吸引丧尸。我目光一转，就看到了一旁养的鱼，指着他就说：“养它吧，不仅不会发出声音，还可以大量养殖。”今天是周3，小区里大部分人都出去上班了，加之小区位置偏，一家3口把物资搬到自带的小阁楼，倒也没引起人注意。我妈是个生物老师，看了一眼已有的物资，提出可以买些种子回来。家里缺的东西还是太多了，留了我妈在家收拾。我和我爸2个人又急急忙忙直奔隔壁市区。这次有了我爸这个活了半辈子，买东西就有条理，大米和面粉各20袋，一袋20千克，水果罐头50箱，1箱20个，各种肉类罐头各30箱，1箱20个，矿泉水50箱，1箱12瓶，大豆油20桶，1桶20千克。末日下也是需要注意卫生的，洗洁精20瓶，每瓶2升，卫生纸2提，每提12卷，沐浴露和洗发露各30瓶，每瓶700毫升，牙刷和牙膏各50支，肥皂20块。像卫生纸这种必需品，直接将货架买空。看了看这个数量，估计用个50年没有问题了。这边超市离我住的小区比较远，再加上我是主播的公主，没什么人认识，索性放开了采购。想到丧尸爆发后不久就停电，天然气也没了，我连忙让我爸买了10块太阳能电板。他是个高中物理老师，这点小问题自然难不倒他。天然气如果没了，家里的锅自然用不了。我又急急忙忙买了5个空气炸锅，5个可以炒菜的小锅，5个电饭煲和2个吃火锅用的电磁炉。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我和老爸谎称是捐给慈善机构的。工作人员知道后，眼睛笑得都要眯起来了，让工人把东西搬上货车。